朋友们，楞严经呢是佛家很重要的一部经典。正所谓，自从一读楞严后，不读人间糟粕书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你体会了楞严经，对于金刚经、心经等等都能够融会贯通。楞严经这本经书呢，是佛陀为彻底解除阿难的迷惑，从心是什么、世界的起源、众生的种类、五蕴的虚假，如何破除心魔，如何正确发心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开示。而阿难也由佛陀讲述的楞严经彻底觉悟。而从某种角度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阿难，无论是自身的困惑，还是对世界的探索，都可以在楞严经中找到答案。所以也有着开悟的楞严这一说法。这本经书呢，共分10卷。对于开悟的楞严来说，前5卷都是在讲世界的本质是什么，世界如何形成，如何认识到世界的本质。后5卷是在讲当我们认识到世界的本质后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，也就是怎么修行。对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呢，我们如果读懂了前5卷，就能深刻体会。而明心见性就是说见到世界的本质了，开悟了。那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楞严经的世界观认为，世界的本质是本觉，也就是经中所说的本觉妙明。它还被称为真如、实相、妙明本心、自性等等。而本觉的最基本的表现是空性、圆满、极乐、寂静、光明。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光明，就是说本觉具有明白一切的属性，犹如光照一般，瞬间明明白白，所以称为本觉妙明。这表现在人的身上呢，就是目光所及之处都能清楚和明白。而我们为什么会迷惑，就是因为意识心分析分别的原因。但即便是我们的迷惑，也需要一个能够明白迷惑的主体，这也即是本觉妙明的体现。而佛家常说的空性呢，指的就是本觉的空性，它不是一种绝对的空无，而是说本觉无生无灭，无空无有，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始无终的存在。而佛的意思呢，就是觉者，一个完全体认了本觉的觉悟之人。从另一个角度，本觉只有一个，不存在个体分裂的本觉，所有人的觉知都是同一个本觉的体现，也即是佛家认为的众生平等，众生皆有佛性。举个简单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本觉。如果说现象世界是一场梦，那么梦醒之后，只存在一个做梦者，梦中所有分裂的个体，醒来后都会回归到一个存在，即是本觉。这也是佛家认为众生皆可成佛，也必定成佛的原因。因为终点只有一个，所以禅宗会有当下成佛、一念成佛的说法。意思就是要么醒来，要么继续沉睡，不存在半梦半醒的中间过程。总结起来，也就是我们体认到本觉了，那么就明心见性了，就开悟了。然而这还只是楞严经认为的修行起点。了解到了什么是本觉，我们才会进一步明白世界为什么会形成。楞严经中讲到，本觉妙明，却妄为明觉。意思是说，本觉的本性即是光明，光明本来不需要觉知自己的光明，但因一念妄动，本是光明，又想明白光明本身，即是妄为明觉，由此而引发了更多虚妄的搭建，所以演化出了世界。而这最初的一念妄动即是无明，但无明本质上是不存在的。楞严经说其犹如空花，就好像明明是人们自己的眼睛花了，却误认为空中有朵花。这个过程就是无明和迷惑的体现。这即是楞严经的另一个重要观点。
知见立知，乃无明本。觉知本来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本身，本来就是光明本身，却又想明白为什么是这样，由此反而产生了迷惑。由于迷惑的演化和积累，产生了觉知之间更多的对立和不同，进而逐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现象。所以佛家认为世界大致分为无为法界和有为法界。简单的说，无为法界就是世界万有的根源，有本体之意，是真如本觉本身，其中没有对立的现象，是圆满而合一的真理。有为法界就是有差别、有对立现象存在的世界，有好坏、苦乐、生死、黑白、快慢、冷热等等对立现象存在的世界。人类所谓的世界在有为法界，借用投影这个理念，无为法界是有为法界的投影源，而有为法界本质上是虚幻投影，犹如一个梦中世界。这也正如《楞严经》所说，汝等一人发真归元，此时方空，皆尽消云。意思就是，如果一个人回归到了本觉，那么他所经历的整个幻象世界就顿时不存在了。这也是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所说，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而实无众生可灭度者的原因。意思就是，我本来应该度化一切众生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众生需要被灭度。或者说，众生本就是合一的本觉，梦境是不存在的。即便如此，那为什么佛菩萨还要度众生呢？因为慈悲，慈悲是觉者，即是本觉本有的表现。如果说一念妄动是现象世界产生的最初原因，那么我们现在所体验的复杂的现象世界，就是由越来越多的虚幻概念演化搭建而成。楞严经认为，组成世界的四大物理元素地水火风，都是由一念妄动进而产生的分别觉知引发的。因为觉知之间有了不同和对立，一同摇动生出了风，觉知的坚直玉明凝结成了坚硬的地，风与地摩擦无端又生出了火，而金属矿物等地的物质经过火会变成液体，进而世界的物理属性，山河大地互相交织，相继相续了下来。这即是楞严经所说的交望发生，地相为种，以是因缘，世界相续。而对于生命来说，因本觉妙明却妄为明觉，本来合一的本觉分裂成了一种种虚妄的秩序、理念和束缚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本觉在生命中被分为了眼耳鼻舌身意6种单一的能明白、能识别的功能，不再是清晰明了的统一属性。因为这6种功能本身具有局限性，我们基于此来认知世界，进而又产生了局限的虚妄的认知经验和理念。所以我们觉知到的现象世界是虚幻的、不完全的。比如说，眼睛看见光，被看见的光只是一种现象，光作为现象被眼睛觉知到。如果世上没有眼睛，那么光的可见性是否又存在？如果世上没有皮肤，光作为热量，作为冷热感受的现象，又是否存在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用身体感知到光，与光的真实本质是什么，完全是两回事。我们觉知到的只是基于身体功能产生的一种虚幻的，不是究竟的现象而已。同样，气味对于鼻子来说才有意义，而对于石头来说，气味也并不存在。以此类推，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只是作为能被局限觉知的部分现象而存在，而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样子，我们无法知道真实的全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像生活在自身感官编制的梦境之中，在这个梦境中，种种虚妄的分裂分分合合，相互纠缠，又生出爱憎、思念、
情感，而后又有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等众多生命形式，在以众生各自的思念、欲求、想象等等业力轮回生死，但终究都是幻象。这也即是《楞严经》所说的“此迷无本，性毕竟空，悉本无迷，似有迷觉，觉迷迷灭，觉不生迷”。意思就是说，迷惑和最初的无明，究其本质是不存在的，本来没有迷惑，只有暂时迷惑的觉知。而当我们觉知到迷惑的那一刻，迷惑就将不再存在，觉知就将不再迷惑。所以从另一个角度，但凡能够被觉知到的都是现象，也都是幻象。比如眼睛与光，这两者是假的、不究竟的、虚妄的。只有看见作为一种能知的觉知属性是相对真实的。但进一步说，看见这种能见的觉知属性仍是单一的。眼睛必须要看见颜色才能体现看见的意义，需要有对象来映衬的即为攀缘，而本觉本身是能够独立存在的整体认知。这种清晰明了，不需要有对象而产生，不因能觉的功用而产生，而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实相。这也即是《心经》所说的“是故空中无色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身香味触法”。理解到这一点，也是《楞严经》带给我们的深刻提示。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是用什么在修行，是用这个能被觉知的大脑思维、记忆经验、语言观点是非对错，还是用觉知本身。而从另一个角度，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如果能感受到自身的慈悲、善良、快乐、安静，如果能时刻处于觉知之中，那么在这个世间就可以去做任何事情。我们完全不用陷入过往的记忆和束缚，不必陷入对物质的追求、对虚幻未来的期盼，也不必深深陷入对哲学、对人生、对各种理念教条的探索和思辨中。放开身心去做想做的事，爱自己，爱他人。没有人需要将梦境变得复杂，也没有人需要一些波澜壮阔的故事感动自己，感动世界。让花成为花，让树成为树，让自己成为自己。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，体会到自己圆满的自信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也便是开悟的楞严。我们无需证明自己是另外一个样子，我们要学会相信梦境会照顾好他自己，梦中也不会有人真正受到伤害，我们也终究会醒来，回归至那合一、圆满、极乐、光明、慈悲的存在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